男人趁洗衣工不注意，悄悄勾起金库主管的西服，将一枚带有摄像头的纽扣钉在衣领的扣眼后面，完事再将其放回去。等主管穿上这身西服，嘚喝地向富豪介绍自个儿的金库是如何牛掰之时，摩根两个人伪装成了佛伯勒混入宴会，随后启动主管衣领上的微型摄像头，开始观察金库内部的机关。在获知金库里面的所有布局之后，队友提溜着酒杯假装绊倒，顺势将香槟洒在了主管的身上。I'm sorry， 我的哥哥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趁着给主管擦拭的时候，顺手取回来摄像头。随后队友尾随主管来到健身房，等主管下了跑步机，马丁立即上去拿走了提取指纹的透明薄膜，然后迅速复制出了主管的掌纹。接着马丁通过监听主管的电话线录下了他的声纹密码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两个人趁着夜色来到地铁隧道内，用切割机切开仓库1米厚的外墙，插入2根钢管子，一扭卡住水泥块，紧接着用液压装置一点点将水泥块给拽了出来。俩人一前一后从洞口爬进仓库，然后用一张海报贴在洞口，防止警卫巡查时候发现呢。清理完地上的水泥渣子，两个人提溜装备进入大楼的配电房，找到整栋楼的监控线路之后接入屏蔽器，根据警卫的换班时间按下开关，将监控调成了静止画面。随后两个人乘坐电梯直达负1楼的保险库，他们的目标是盗取金库价值5亿的皇家彩蛋。这时马丁带上复制好的主管掌纹进行掌纹扫描，随着掌纹被成功识别，摩根拿出提前录制好的主管声音进行声纹识别，随着多国语言的声纹被系统成功识别，通往保险库的大门滋干一下便自动向两侧弹开。紧接着马丁从包里掏出了万向轮小板车，将超声波转换器固定在车头，然后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小板车上。摩根通过那一排排红外激光的移动规律，指挥马丁用指尖挠地向前缓缓蠕动。3米的路程，马丁足足挠了半个来点。等来到红外激光的中央，马丁摘掉转换器，将仪器慢慢推到辐射范围。紧接着摩根按下遥控器，让转换器发送相同的运作频率。红外激光被抵消后瞬间消失不见。于是两个人迅速来到保险库跟前，用打孔机搁大门上钻了一个小空眼，然后将微型摄像头伸进去观察里面的拨片。马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试，一旦数字对了，拨片就会转动，拨片没动，他们就得重新换数字再试。两个人就这么整，一直试对了前6位密码。等按到最后1位密码时，他们只有2次机会。这0到9我们到底选哪个呀？我天哪！这时马丁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按了个9，密码就显示输入正确。随着摩根拉开保险库，钢门滋嘎一下便应声而开。两个人迅速进入保险库，然后找到了那位价值5亿的皇家彩蛋。随后俩人抱着蛋的迅速撤离。等主管发现金库被盗时，那么俩人早就撩没影了。